咖啡可以有多少种做法？大家好，这里是沃瓦的咖啡频道。今天我们从做法的角度来看一下咖啡这种饮料。咖啡的喝法多种多样，我们就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来说。最简单的肯定就是速溶了。速溶咖啡是咖啡市场最为庞大的一个分支，全世界约一半的咖啡豆都被用来制作速溶咖啡。速溶咖啡在1890年由 David Strange 所发明，发展到现在，经过了多次的技术改良。目前制作速溶咖啡的主流方式是冷冻干燥法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先冲泡出咖啡液，然后将咖啡液冷冻，再将冰块状的咖啡放到真空环境进行加热，水分会迅速的升华而出，并且不会破坏咖啡的风味。速溶是人们最容易接触到的咖啡产品，优点有很多：便宜、方便、制作快、口味丰富。这里口味指的是额外的添加物，各种2合1、3合1之类的产品。但是喝速溶一般都是为了提神，很少有人追求速溶咖啡的风味。2. 美式低滤，这种喝法在国内还是比较少见的，但是在各种美剧中的出场率很高。这种喝法其实比较接近咖啡的原始喝法，虽然套了一层低滤机的壳子，但其实就是半自动手冲。制作很简单，在低滤机中加入水和咖啡粉就行。这种喝法一般不会现磨咖啡豆，而是使用直接购买的咖啡粉。制作而出的咖啡液偏向于苦味。优点是低滤机便宜，制作简单方便，但是风味表现略差。3. 法压壶，法压壶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咖啡制作方式，最早诞生于约1850年的法国。制作出的咖啡味道偏向于美式，制作简单，同样也是采用浸泡式的萃取原理。使用时，将咖啡粉放到壶中，倒入少量热水，焖蒸30秒，再倒满水，浸泡3到4分钟，再用压铸进行按压过滤。优点：制作简单，方便携带，成本低。缺点：萃取略微粗糙，容易残留细粉，风味偏苦。4. 摩卡壶，在国内可能并不常见，但是在意大利，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至少一个。摩卡壶在1893年由比勒蒂所发明。摩卡壶制作出的咖啡会更苦一些。制作时，在下壶加入水，在粉碗内放入咖啡粉，上下壶拧紧后进行加热。当水沸腾时，会从摩卡壶中间的嘴向上涌出咖啡液，当咖啡液出完，开始出现泡沫时，停止加热。优点：制作较为简单，方便携带。缺点：较为苦涩，容易烫伤。现如今也有自己加热的摩卡壶，制作更为方便。5. 虹吸壶，虹吸壶这种制作方式较为少见，在一些特色咖啡店会见到。虹吸壶的历史同样很悠久，最早由德国的珍妮·理查德在19世纪30年代所发明。制作方式是在底部球形壶中加水，加热底部，沸腾后水会上升到上壶部分，然后加入咖啡粉，此时对咖啡粉进行搅拌，而后停止加热，上壶的咖啡液会经过滤网被回吸到下壶。优点：好玩，趣味性十足。缺点：虹吸壶易碎，制作时间较长，明火加热容易烫伤。6. 手冲咖啡，手冲咖啡是公认的最能体现出一杯咖啡风味的制作方式。手冲的制作方式最早诞生于1908年，由德国的 Melita Benz 夫人所发明。所要用到的器具为滤杯、滤纸。制作时将滤纸放到滤杯中，浸湿滤纸，然后放入咖啡粉，再使用各种手法进行冲泡，诸如1刀流、3段式等方法。优点：风味表现优异，成本低，制作过程很有趣。缺点：制作较为复杂，考验咖啡师技术。但也有方便的手冲咖啡，就是挂耳。挂耳直接省略了磨粉以及滤杯滤纸，直接进行注水操作即可，但是口感风味较之普通的手冲略差一筹。7. 爱乐压，这是近些年发展而出的一种较新的咖啡萃取工具，由美国工程师 Alon Adler 所发明。这其实更像是一个咖啡爱好者的玩具，但是制作出咖啡液的品质却也很不错。玩法较之传统器具更丰富，正常使用就是加粉、加水、搅拌，然后用力进行按压。虽然操作与法压壶类似，但是爱乐压的滤网在下部，施加的压力也更大。原理其实是意式浓缩的加压萃取，将之反过来，又可以把它当成手冲咖啡的滤杯使用。优点：成本低，玩法丰富，方便携带。缺点：一次制作出的量比较少。8. 浓缩咖啡机，浓缩咖啡机是一种高温高压萃取的咖啡制作方式，是现如今咖啡店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主要原因就是快。自从1901年首次在米兰世博会由贝泽拉展出后，便成为了咖啡店的主流。制作方式为在手柄填充咖啡粉、压粉、
安装到咖啡机冲煮头上就可以开始萃取。萃取出的意式浓缩极为浓郁，大部分人接受不了。但是加上牛奶、香料等，就是现如今咖啡店的各种花式咖啡，是各种咖啡饮品的基底。优点：制作快，花样多。缺点：咖啡机的成本太高。除了以上的几种制作方式，其实还有很多种，比如土耳其咖啡壶、冷萃壶，甚至是直接水煮等，但是比较少见，这里就不多加赘述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哪一种咖啡制作方式是你的最爱呢？欢迎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